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本震撼心灵、极具深度的著作《失明症漫记》。它的作者是葡萄牙著名作家洛泽·萨拉马戈。萨拉马戈这位文学巨匠，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思想，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深思的世界。他的作品常常如同一把锐利的手术刀，精准地剖析着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和人性的复杂面貌。而《失明症漫记》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。这本书的价值，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它不仅仅是一部虚构的文学作品，更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人类在极端困境下的真实模样。它让我们看到，当社会秩序崩塌，道德底线被挑战时，人性会面临怎样的考验。它能让我们在安逸的生活中猛然惊醒，去思考那些我们平日里可能从未深入探究的问题。它就像一场灵魂的暴风雨，席卷我们内心深处的每一个角落，迫使我们去重新审视自己，审视他人，审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有一天你周围的人都突然失明了，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？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个荒诞的假设，但正是这种看似荒诞的情境设定，却能让我们窥探到人性最真实、最隐秘的部分。就像著名作家加缪所说，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自杀。而《失明症漫记》所探讨的，是在一种极端的、类似世界末日的状态下，生存的意义和价值，以及人性在其中的挣扎与抉择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《失明症漫记》的世界，去探寻其中的奥秘和智慧。一失明与混乱，社会秩序的崩塌。在《失明症漫记》中，故事的开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失明症，它像一场瘟疫，迅速在人群中蔓延开来。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失明，城市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。这种混乱首先体现在社会秩序的崩塌上，原本井然有序的城市交通瞬间瘫痪，街道上到处是横冲直撞的车辆，喇叭声、碰撞声交织在一起，奏响了一曲混乱的交响乐。人们在街道上盲目的游荡，不知道该往何处去。商店被洗劫一空，公共设施被肆意破坏，整个城市仿佛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。从理论层面来看，这种混乱源于人类对未知的恐惧和对自身生存的强烈渴望。当人们失去视力这一重要的感知手段时，他们内心的安全感也随之崩塌。在正常情况下，我们依赖视觉来获取信息、辨别方向、识别危险，而一旦失明，我们就像被抛入了一个黑暗的、无边无际的深渊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陌生而可怕。这种恐惧会驱使人们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，比如在书中有一个场景是人们为了争夺食物而大打出手，原本善良、温和的邻居，迟迟为了生存下去，不惜对他人拳脚相加。这就像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描述的自然状态，在没有法律和秩序约束的情况下，人们为了自身利益，会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。那么，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，我们该如何应对呢？从书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。首先，要保持冷静和理智。尽管失明带来的恐惧是巨大的，但我们不能被恐惧完全吞噬。就像书中那位医生妻子，她是唯一没有失明的人，她努力地安抚周围的人，试图建立起一种临时的秩序。他组织大家寻找食物，合理分配资源，尽力维持着一个小团体的生存。其次，要学会合作。在混乱中，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，只有通过合作，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困难。书中那些失明的人们在经历了最初的混乱后，开始逐渐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。他们组成了一个个小团体，互相扶持，共同寻找生存下去的办法。2. 人性的光辉与黑暗，道德的考验。随着失明症的持续，人性的光辉与黑暗在这个特殊的情境下被无限放大。一方面，我们看到了人性中善良、勇敢、无私的一面，比如医生的妻子，她本可以凭借自己为失明的优势，独自寻找一条生路，但她却选择留下来，照顾那些失明的人。她用自己的眼睛为他们指引方向，寻找食物和水源。她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解救那些被关在精神病院的人们。她的行为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，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希望和温暖。书中还有那些在困境中依然坚守道德底线的人，他们虽然失明了，但内心的良知却没有泯灭。他们会主动帮助那些更弱小的同伴，会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公平地分配资源。这种在极端困境中依然保持善良和正义的行为，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。然而，另一方面，人性的黑暗也在书中暴露无遗。在精神病院里，那些被隔离的失明者们，为了争夺有限的食物和资源，开始变得野蛮和残忍。他们建立了所谓的帮派，通过暴力和恐吓来控制其他人。他们甚至对那些反抗者进行残忍的折磨和杀害。这种人性的堕落，让我们看到了在生存的压力下，人类可能会陷入一种多么可怕的境地。从心理学角度分析，
这种人性的变化是由于去个性化现象。在一个失去秩序和规则的环境中，人们的自我意识会逐渐模糊，他们的行为不再受到社会道德和法律的约束。同时，生存的压力和对资源的争夺会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兽性。那么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该如何坚守人性的底线呢？书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，一是保持内心的信念和价值观，即使在极端困境中，我们也要相信善良和正义的力量。二是要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，就像医生的妻子，她之所以能够保持善良和勇敢，是因为她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，那就是要保护那些失明的人，要为他们找到一条生路。三、隔离与孤独，心灵的困境。在失明症蔓延的过程中，人们被隔离在不同的场所，这种隔离不仅仅是身体上的，更是心灵上的。被隔离在精神病院的人们陷入了极度的孤独之中，他们无法与外界联系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，他们只能和自己的同伴们在一起，但这种陪伴在巨大的孤独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这种孤独感会让人产生一种绝望的情绪。在书中有一个场景是一些人因为无法忍受这种孤独和绝望，选择了自杀。他们觉得生活已经没有了希望，活着只是一种煎熬。从社会学角度来看，隔离会导致社会纽带的断裂。在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中，有家人、朋友、同事等各种社会关系。这些关系给我们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帮助。而一旦被隔离，这些社会纽带就会被切断，我们就会失去很多重要的支持。那么，如何在隔离的情况下克服孤独呢？书中的一些人物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方法。一是寻找精神寄托，比如有的人会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，有的人会想象未来的生活，以此来转移注意力，减轻孤独感。二是建立新的联系，尽管在隔离的环境中，人们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，但只要我们努力，还是可以建立起一些新的联系。比如，书中的人们会互相讲述自己的故事，分享彼此的经历，以此来增进感情，缓解孤独。四、生存与希望，生命的顽强。尽管《失明症漫记》中描绘的是一个充满绝望和黑暗的世界，但其中也不乏生存与希望的元素。在极端困境中，人们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，他们努力地寻找食物和水源，想尽办法维持自己的生命。他们在废墟中寻找可以使用的物品，在废墟下挖掘可以生存的空间。这种生存的欲望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它推动着人们不断地前进，不断地寻找出路。就像书中那些在精神病院里的人们，他们虽然身处绝境，但依然没有放弃对生存的渴望。他们会为了争夺一点食物而拼命，会为了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而四处奔波。同时，希望也在书中若隐若现。医生的妻子就是希望的象征，她的存在让那些失明的人们看到了一丝曙光，她带领着他们寻找生存的机会，给他们带来了勇气和力量。从哲学角度来说，生存与希望是生命的两大主题。无论面对多么艰难的处境，只要我们心中有希望，就有了生存下去的动力。而生存的过程也是不断寻找希望、实现希望的过程。五、社会反思与重建未来的曙光。在经历了失明症的浩劫后，社会面临着重建的艰巨任务。书中最后，当失明症逐渐消失，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被摧残的千疮百孔的世界。他们意识到，原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需求。在重建的过程中，人们需要反思过去的错误和教训。他们要思考如何建立一个更加公平、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，如何避免类似的灾难再次发生。从理论层面来看，社会重建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。一是制度建设，要建立健全的法律和规章制度，确保社会的正常运转。二是文化重建，要重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，让人们的精神世界得到滋养。三是经济发展，要恢复和发展经济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书中的人物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，比如医生的妻子在带领大家生存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，这些经验可以为社会重建提供一些参考。同时，那些在困境中依然坚守善良和正义的人们，他们的品质也应该成为社会重建的重要基石。失明症漫记就像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、社会的脆弱以及生命的顽强。它让我们明白，在极端困境中，我们不能放弃对善良、正义和希望的追求。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，更在于它能引发我们对自身、对社会、对人性的深刻思考。它提醒我们在安逸的生活中，要时刻保持警惕，要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。我呼吁大家去阅读《失明症漫记》，去深入思考其中的问题，去践行那些在困境中依然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品质。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能像书中的人物一样，勇敢地面对困难，坚守自己的信念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努力。
记住，在光明中，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。让我们带着这份爱，在人生的旅途中勇敢前行。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要相信，只要我们心中有光，就一定能照亮前行的路。希望大家在读完这本书后，能有所收获，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成为那束温暖而坚定的光。谢谢大家。